男人拿着一瓶很苦的药水喷在母狗的肚子上，他这是在做什么呢？只见一只橘猫晃晃悠悠走了过来，亲切地和母狗打完招呼后，居然直接扑向母狗的肚子准备吃奶。然而才刚刚吃上一口就察觉到味道不对，原本香甜的奶水为何变得这么苦？本以为是产生了幻觉，于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又钻进去尝了一口，结果惊人的一致，这个味道实在是太上头了，橘猫差点没当场吐出来。那么这名男子为何要阻止橘猫吃母狗的奶水呢？原来男子是一家烤肉店的老板，黄狗是他1个月前捡回来的流浪狗，之后就一直把它养在烤肉店门前。因为性格温顺、长相可爱，深受顾客们的喜爱，人们经常会主动给他投喂一些食物，这让他每天都能吃到不少肉。可老板却发现他非但没有长胖，反而还越来越瘦。经过检查，惊讶地发现他的乳房十分肿胀，居然还能挤出奶水。众所周知，只有怀孕的狗才会有奶水，于是老板怀疑狗狗生了一窝小狗仔，可能一直藏起来在偷偷喂养着。可老板多次在附近寻找，完全没有发现有小狗的踪迹，于是便在狗窝旁安装了监控。第二天发现一只橘猫鬼鬼祟祟来到了这里，一见到狗狗立马来了个亲密的贴额礼，接着更加亲密的舔舐起狗狗的脖子。两个小家伙躺在地上舒服的晒起了太阳。没一会儿，狗狗钻进狗窝收拾起它的床垫，然后猫咪也尾随它跟了进去。狗狗顺势躺下摆好哺乳的姿势，下一秒橘猫就毫不客气地吸吮起来，黄狗则表现得非常淡定，一动不动地躺着让它吃。这下可被老板抓了个正着，橘猫受到惊吓赶忙逃出了狗窝。老板摸着狗狗的头对着橘猫就是一顿责骂，橘猫则蹲坐在一旁丝毫不为所动。老板心想着拿些食物打发橘猫，或许它就不会再去吃狗狗的奶了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橘猫吃完发现老板已经离开，又偷偷跑到狗窝里吃起了黄狗的母乳。而黄狗每次都是来者不拒，它的纵容行为让猫咪更加大胆，换了个姿势更加放肆的哺乳。不过很快又被男主发现，可即便他将橘猫赶走也会再一次过来，并且老板还发现狗狗对橘猫很是宠溺，有时候橘猫身体受伤，黄狗还会温柔地帮它舔舐伤口。既然他们双方都没有意见，老板也只能顺其自然。这天，一名来烤肉店的客人认出了这只流浪狗和猫咪，通过询问后得知真相，原来一猫一狗很早就已经认识了。那时候流浪的黄狗在街上遇到了失去妈妈的小橘猫，黄狗看它可怜便收留了它，两个小家伙一见如故，迅速建立了感情，并且黄狗还把猫咪当成了自己的孩子，给猫咪补起了乳。可是没想到狗狗的好意行为却给自己带来了麻烦，因为橘猫已经长大了，却还在吃它的奶。兽医说狗狗现在是处于假孕状态，即使没有生过小狗也会分泌出乳汁，不过这对于黄狗健康来说非常不好，如果继续再哺乳的话，很可能会出现更棘手的事。于是男老板当机立断，立马拿着苦药水喷在黄狗的肚子上，等橘猫尝到几次苦头后，自然就不会再去尝试了。这也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。橘猫吃完后差点就当场吐了出来，效果出奇的好使。不过好心的老板也决定收养橘猫，还特地买来一个豪华的别墅，上面挂满了许许多多的玩具，是小猫睡觉和玩耍的地方，下面则是黄狗的小窝。很快到了晚上，橘猫再次来到这里，第一眼就察觉到狗窝的变化，随即好奇地跳到新房子上，开心地玩耍起来。老板这次也特地准备了2份食物，还不忘嘱咐橘猫，你已经是个成年猫了，不能再喝狗妈妈的母乳了。最后因为门前收养了这2只可爱的吉祥物，让老板烤肉店的生意变得越来越火爆。这或许就是好人有好报吧。眼前这只流浪猫正在等公交，这时一辆公交车刚好到站。众所周知，公交车是不允许动物上车的，更别说是流浪的动物了。然而伴随着车门缓慢打开，猫咪看了一眼车上的司机后，居然直接跳了上去，一点都不怕人的样子。司机罗先生见到猫咪上车，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还起身热情地迎接。原来他们是老熟人了。大叔给流浪猫取了个名字叫做小花，小花每天会守在车站等公交车，但并不是每辆公交车它都会上去。每当发现不是要等的人后，就会失望地转身离开。只有那位姓罗的司机开车时，他才会从隐秘的地方冒出来冲上公交车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就在这时，人们发现他居然少了一条后腿。原来大概在2个月前，大叔在休息站附近遇见猫咪，当时见他只有3条腿，应该刚经历车祸没多久。大叔看小家伙可怜，于是每天经过这里都会给他带一些食物和水。一来二去，时间久了，小猫越来越黏大叔，并且每天都会在公交站守着，期待与大叔相聚。可由于工作的原因，大叔没办法在这里陪伴他太长时间。经过短暂的温存后，大叔试图将猫咪引下车。小花见状立马紧随其后，他很珍惜这短暂的相聚。但当大叔驾车离开时，猫咪即使腿脚不方便，却依旧拼命的一蹦一跳朝公交车追去，一直追到没力气才肯停下来。在后视镜里看到这一幕的大叔非常难过，可是工作便是工作，自己1分也不能耽误，并且妻子也不同意他在家里养小动物。大叔走后，他变得很孤单，无聊到啃食地上的枯草石子。不过好在大叔给他买了不少玩具解闷，经常从这里经过的人都认识这只猫，不赶时间的话都会留在这里陪他玩一会儿。但大多数时间小花都会守在路边，仔细打量着来往的每一辆到站车辆。就这样，他从日出等到了日落。此时大叔也到了下班的时间，他临回家前又来到了这里。小花见状，幸福地冲了上去，
只有3条腿的他此时跑起来可一点都不慢。经过了这一天漫长的等待，他终于等到可以和大叔在一起了。现在才是他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，兴奋地在公交车上上蹿下跳，在大叔的陪伴下，小猫玩得很开心。不过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又该到了要告别的时候了。小花坐在路边，一脸不舍地看着大叔，真希望能和他一直待在一起啊。随后失落地回到居住的地方。可这座城市并不只有小花这一只流浪猫，附近其他的流浪猫经常会跑来和小花抢地盘、抢食物。白天大叔和同事们在的时候还好，一到晚上，小花往往会受到好几只猫咪的围攻。少了一条后腿的她早已失去与同类竞争的实力。即便如此，小花依旧想要守住她在这里的唯一财产，因为装猫粮的碗是大叔给她唯一的念想。第二天一早，大伙发现小花不见了，找遍了四周都没能发现她的踪迹。大叔得知消息后，急匆匆赶了过来，焦急的不停呼唤着小花的名字。就当大叔以为会失去那个一直爱着他的毛孩子时，小花从远处的角落跑了过来，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奔向大叔。原来昨晚被欺负的他害怕的躲了起来，面对其他人非常警惕，不敢出来。当大叔出现后，才放下了所有的戒备，看着不断舔舐伤口的猫咪，这种失而复得的感受让大叔幡然醒悟，原来自己早已经离不开它了。随后将猫咪带去了医院检查，医生说它的身体还算健康，只不过受伤的后腿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。为了避免伤口感染恶化，医生为小花做了截肢手术。看着在恢复舱里快乐地喝着水的小猫，大叔也终于说服了家人，准备收养这只藏了许久的小情人。因为在大叔的眼中，小花不应该过着流浪的生活，这不应该是他的终点站。他的喵声才刚刚开始，仿佛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。猫咪凭借自己的执着改变了他的一生，最终遇见了生命中那个心软的神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愿每一个流浪的毛孩子都会被温柔以待。眼前这位老人抱着狗狗哭得撕心裂肺，这是他们最后的告别。看到狗狗眼角噙着泪水，爷爷再也忍不住，顿时老泪纵横。狗狗不停舔舐安慰着爷爷，似乎在说不用担心我，主人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。原来这只狗狗叫阿强，大姐说阿强并不是她养的狗，而狗狗的原主人是一个老人。阿强从小就被爷爷带回家收养，由于老人的老伴去世的早，加上孩子们都在外发展，只有狗狗一直陪伴老人左右，一人一狗相依为命，度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。对于狗狗来说，爷爷就是它的一切，对老人来说亦是如此。可时光美好，但又流逝太快。在1年前的某一天，邻居大姐发现爷爷晕倒在地，阿强在爷爷身边拼命的叫喊，试图将爷爷拉起来，认为狗狗忠诚的请扣666。之后爷爷就被送到医院治疗，至今未归。临走时，爷爷托付大姐帮忙照顾狗狗。虽然狗狗依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，但没了爷爷的陪伴，让他格外的想念。渐渐的，狗狗就像失去灵魂的木偶一样，每天郁郁寡欢，趴在地上哪也不去，独自守在孤零零的房子里，时常仰天长啸，听得令人心疼，仿佛在问爷爷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，怎么还不回来。即使夜幕降临，狗狗也无法入睡，不停地在院子里来回徘徊，最后守在门口不愿离开。就这样从黑夜熬到了白天，转眼1年多的时间过去了，狗狗依然在没日没夜思念着爷爷。大姐也很心疼狗狗，曾想要带它去医院看看爷爷，可医院也有医院的规定。之后志愿者通过多方协商，终于安排了阿强跟爷爷见上最后一面。阿强似乎也知道要跟主人见面了，显得非常的激动。当爷爷坐着轮椅被推出大门的那一刻，整个世界都随之安静了下来，只剩下一人一狗相互诉说着对彼此的思念。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日夜，是我对你说不尽的思念。你的温柔与我无限的眷恋，哪怕岁月容颜已经改变。我用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心愿，穿越人海为见你一面。时间纷繁与我经不起了波澜，你的存在才是一切美好释然。护士说，老人患有严重的血管性痴呆，记忆力也在一天天的衰退，即使得到了有效的治疗，今后也会在养老院度过余生，更别说再照顾一只狗狗了。这或许也是狗狗和爷爷的最后一次见面了。爷爷也知道自己如今的状况，可他依旧放不下陪伴自己晚年的爱犬，于是拜托志愿者一定要帮狗狗找一个好人家。爷爷挥手与狗狗做着最后的告别。阿强无奈地望着爷爷被推走，老人眼含泪水，不舍地说着离别，祈祷狗狗今后要健康快乐。阿强眼里含着泪水，尽管有着千般的不舍，万般的无奈，也没有选择追上去。懂事的他不想让爷爷因为担心自己而耽误了治病，只有坚强一些才能让爷爷安心。回到家后，大姐给狗狗收拾了东西，阿强叼着爷爷买给他的玩具，表示一定要带走。大姐抱着狗狗不停地安慰，狗狗也舔舐着大姐，表达着1年以来最真挚的感谢。随后阿强跟街坊邻居们挨个打着招呼，做着最后的告别。尽管大家都很舍不得这么懂事的狗狗，但志愿者已经为阿强找好了新主人。当阿强上车离开后，大姐再也忍不住流下了伤心不舍的泪水。原来志愿者给阿强找了一个好人家，新主人家不仅山清水秀，还住着大别墅，同时也是一个爱狗人士。女主人牵着一只黄狗，早早就已经做好迎接阿强的准备。但阿强似乎还是有些不太适应，
女主说自己也知道阿强的故事，如此忠诚懂事的狗狗，今后一定会好好照顾它的。虽然新主人一家都对阿强很好，但是从阿强的微笑可以看出来，他的眼睛总是湿润的。他还是无法忘记曾经和他相依为命的爷爷，甚至一直在深深思念着爷爷。或许只有待在爷爷的身边，他才会露出最开心的笑脸。半年后，爷爷的病情好转了许多。阿强的新主人为他安排了一场视频通话。当再次听到这个熟悉而又亲切的声音后，阿强一下子呆滞了几秒，浓浓的回忆一瞬间袭上心头。来到屏幕前，仔细打量着爷爷面孔。时间的流逝并没有让他忘记最爱的爷爷。听到电脑里传来令人难忘的声音，阿强焦急地在房间里寻找起来。发现没有爷爷的身影后，甚至准备直接出门去寻找爷爷。这一举动让爷爷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悲痛。八旬老人在屏幕里嚎啕大哭，老人不断嘱咐着爱犬今后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虽然今后再也无法生活在一起，但相信这份深情的守望会在彼此心灵深处永远流淌，即使时光也无法磨灭这份最真挚的爱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愿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。最后，让我们给忠诚的狗狗和善良的老人点个赞吧。如果你支持视频里好心人的做法，请在评论区打出好人一生平安。我们下期再见。